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蓝的频道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Codex 的一个增强。那如何让 Codex 变得更易用、更顺手呢？就是我们需要借助一个类似于增强工具啊，也是国人小伙伴开发的。现在目前开源发布在 GitHub 上，目前是有 8K 的 star。然后它这个工具主要是干什么呢？能解决我们一部分的痛点。第一，如果你不是走官方账户登录，它插件是看不到的。用了这个 Codex++，你就可以看到插件这个地方是解锁的，并且可以直接安装。插件有一部分小伙伴还是比较喜欢去使用的，因为有一些实用的功能，不用你再自己摸索再去做一套实践了，它这边都是集成好实践好的。那就像 Mac 上可以直接控制电脑，就是 Use Computer， 像 Windows 可能这一部分的插件还在制作，这边都是官方推荐的以及官方市场上架的插件，大家可以不用登录官方账号也可以这样的去登录。还有一点，你可以去选择大模型了。我现在 GPT 5.5 用的差不多了，那我这边就可以切换，你可以看到我接入的是硅基流动的模型，它这边就可以去选择。我们可以回复你好 DeepSeek 4 Pro 来为我们做 Codex 的使用。硅基流动它是会有优惠的，所以我会主要跟大家推荐。注册好像有10几块钱的额度，最近上的 DeepSeek V4 Pro 还有 Flash， 目前知道的国内大厂跟进最快的中转大厂，就是你的 API Key 的一个管理是需要实名认证的，因为国内的 API 聚合平台都是会有实名认证。余额这边你可以去看，它是支持微信直接充值的这是硅基流动一个 API 聚合的一个平台，国内的比较正规的，应该是可以开这个公司发票的，因为很多公司像我们公司有个人额度，你必须要开发票。这是 Codex 的第2点增强。还有第3点增强，我们如果切换了你的 API 服务商，它的这些绘画都没办法保留，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，可以看到这块有个历史绘画修复的功能，把这个点开，你所有的只要重新配置 API 中转或者怎么样设置好，切换的时候它这些绘画都不会丢失。那我相信经常换来换去的小伙伴，那他肯定是知道，我只要换到另外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新的了，那它的绘画都不会保留的。这个怎么下载？这边是有一个 release， 这边是有个版本，它这边呢支持 Mac 还有 Windows， 我们就下 Windows 这个64的，它目前不支持 ARM 的 Windows， 不是那么主流的平台，所以它只支持 X86 的 X64。下载好以后，你就直接可以进行一个安装。它这边更新还是比较频繁的，3-5天就会有一波更新。下载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文件，你双击它就可以了。这边你需要点击许可，点击同意，这块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安装，就是安装到默认地点，这块就直接安装完成了。安装完成以后会多2个图标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。这个以后你就拿这个登录 Codex， 就是 Codex++。这个它管理 Codex++ 的，你点开它是一个管理功能，这个功能就比较丰富了，它是相当于一个后台总控，接入你自己的 API， 你可以接入多个。我这边接入了一个硅基流动的，你也可以编辑一下，我把硅基流动的这个名字放到这边，点击的保存，它就保存好了。如果你还想再加新的中转站，你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添加。那我给大家做个演示，我这边加一下，对，这块就叫 DeepSeek。我们不要用官方登录，我们直接用纯 API。这个地方我们先不填，下面这个就启用目标功能，然后我们这边就填 DeepSeek 的官网的 API 的地址，这样的。我们在这块搜索 DeepSeek， 点击，它这边有2个入口，一个是网页端的聊天，一个就是 API。我们选中 API， 它会跳到我们登录的这个界面。现在已经没钱了，再充10块钱。这边点击充值，因为现在 DeepSeek Pro 它是有一定的优惠的，充值也是比较方便的。那充值呢要花钱的我现在 9.91 了，刚才已经充好了。我们这边 Key 你就可以直接创建一个新的 Key， 专门为我们的 Codex++ 用的，这样的去用的。点击创建，把这个复制一下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Key， 复制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我们就选择 DeepSeek 接口文档，
我们就把这个复制一下，这个是 OpenAI 的，这个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那这边的兼容去使用。那我们这边就把这个复制过来，这块要加 V1， 我们选择，我看一下它目前是支不支持，它目前应该还是只支持传统的，我们这边就选择传统的 Cat， 我们可以把它的模型加载出来，目前就有2个模型，这个点击一下它就是会把你上游的模型加载出来，我们选择默认让它用 Pro， 这个地方就可以填 Pro 了。好，填完 Pro 以后，我们这边就保存好以后，我们 DeepSeek 这边我们就点击使用，这样你方便切换，因为 Codex 天生切换模型、切换这个 API 就是这么不方便，所以这个工具基本上帮我们做到可视化。我们重启一下这个 Codex，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默认的这样的一个模型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2个模型，就没有刚才那么多了，因为硅基流动那边确实它集成的会比较多。那我们走官方就这2个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沙盒勾上，然后我们可以问他一些问题。你好，他就开始读取，正常的这个速度比较快了，你就可以这样的去使用，这样的去开发你的项目。我问一下，我这个项目是什么？他就会去查，因为我们现在绘画是在静态的博客站，不打算用 WordPress 了，所以我现在在做迁移，在做调试，它这边就能正常调用这个 Codex 的生态链进行一个思考，进行一个处理问题。现在公司里面我拿它基本上做的事情会很多，就比方说包括我们的数据挖掘、数据分析、产品的走向都能看得很清楚，用户的粘性、用户的流向，这些我们都能看到。通过数据库，以前我们可能要找程序员专门给我们开发一个什么样的可视化工具，你让他改一些需求可能会比较麻烦，那没有你自己说这个不对，我要改一下来的那么方便。他会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博客站，是拿静态框架去做的，这就比较清晰了。你比方说你要想改一些什么东西，它可以完完全全复刻的非常好。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像我们国产的这一类的模型，它都不支持图片。什么意思？你比方说发一张它的图片，说我要做成这样，它理解不了，它没办法去原生的视图，不像是 GPT 5.5 GPT 整个生态的多模态都能去做识别，还有 Google 的，还有 Anthropic 的。国内现在目前差的就是差在多模态的这个能力，混合调用能力上。那我现在比方说我要截一张图，我让它把这个复刻，那它就完成不了，因为它是 DeepSeek。这图是什么？你看它就会报错，应该是看到了，它不支持这样的一个调用，不支持传文件的调用。你一旦不支持以后，它应该就不会再继续能回答你的问题了，它好像就进入到这个死循环了。所以国内的模型你千万不要去给它传图片，传完图片以后你这个绘画就用不了了。那这就是 Codex 的一个目前的情况，它能解决部分的一些痛点问题，帮助我们更好的。这是我只挑出来了3个，它整个的管理模块还是比较全的，这个大家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啊。这个是全解锁的状态，它关于这个地方它是能监测到更新版本，这个地方如果发生变化了，跟你本地的版本不一样，你就可以直接让它去下载最新的版本，它是这样的。它以后可能还会做一些版本提醒这种东西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Codex 的增强工具，能方便我们使用插件、切换模型，以及我们切换模型以后的绘画保留，这个都对我们来讲很重要。因为绘画保留它上下文如果做得很好，我们完全可以接着跟他聊他已经熟悉的东西，这样的速度会更快，不需要每一次他在推理他再去找。这个是我在工作当中是这样去使用的。比方说我们发现我们的产品里头有一些 bug 反馈过来以后，连检查带修复带最终验证都可以在这一个绘画里完成。这一个绘画可能它可以支持10几天的状态，你都可以拿它去接着去使用，因为它这些上下文都存在本地，所以是非常好的一种使用方法。以后我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依然在这个绘画里进行，那它就不会再绕弯子了。好，那欢迎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